这么大的地盘，这么多城市，这么多财富，让我放弃，就跟割我的心头肉一样难受。黄满仓，让你带200人去守住郡城，你敢不敢去？敢！前段时间得到的聚气丹，让我的修为突飞猛进了一把。富贵险中求，不冒点风险，如何出头？好，我让你自己挑选200人，守住三阳郡城以及郡城周边的几块灵田。一旦看到丁老魔的踪迹，立即逃跑，能逃多远就逃多远，钱财都可以不要。反正丁老魔更喜欢人，对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，不是很赞重。雨山，给你找了2件漂亮衣服。主人，这些衣服太薄太娇贵了，干活的时候不耐磨，我还是穿粗布衣服更方便。对于经常下地干活的人来说，还是粗布衣服穿着更舒坦。住在这山顶上，又没有外人，就算穿了漂亮衣服，难道给那些白眼的鹅看？好吧，那我还给你找了一张雕花的大木床，还有绣花的被子。主人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就算做牛做马，也难以报答你的恩情。不用太在意，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整座蛇口山上，你是我最看重的人，好好努力，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漂亮！为了这些家具，还得造一座漂亮的房子。既然有漂亮的房子，还得配上几个漂亮的丫鬟仆人。灵壤被收进葫芦里之后，现在又重新恢复了灵气。这团灵壤数量太少，只够种植1、2株灵药。究竟该种哪一株灵药？现在还是种玄元草最合适。200年的玄元草可用于炼制玄元丹，现阶段对我帮助最大。果然是一份关于炼气的传承。千机老人的传承，跟炼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2种传承相互佐证，也许我可以试着将蛇口山修复。这一整个御室房间，应该都算是法宝的核心。蛇口山变成今天这样，主要还是因为灵气流失的原因造成的。只要持续为这件法宝补充灵气，就可以让法宝慢慢的恢复。这第一步，便是将这些繁复的纹路应该差不多了。这就对了。亏了100块灵石，御室房间确实增加了一丝丝灵气。原本打算在灵石没变成粉末之前，将灵石取出来，收进葫芦里，重新补充灵气。有了心理准备，提前收回灵石，但也只抢回了1小半。这些灵石被均匀地分散在御室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想要快速收回并不容易。终究还是自己第一次刻画符文阵法，没经验，阵型设计的不太好。这种操作方法每次损失几十块灵石，几次之后，他葫芦里就只剩下几十块灵石。大部分灵石还是上次变成尘埃在那间密室里偷来的。如今灵石用尽，又有点怀念那间密室了。三阳郡都没人了。想换灵石，还得去青州城。不过到时候这个野生炼丹师的身份有可能会暴露。也许卖粮是一个很好的法子，至少比卖丹药强多了。计划以后要去一趟青州城，那边修仙者多，更容易换到灵石。青州高手如云，丁老魔又暗中潜伏，还是得稳妥些，多做准备。最近太忙，这空间陆地也没扩大，种了这么多灵药，都快挤不下了。长高了很多，起码增加了10来年药龄。种在灵乳中，再加上浇水，
大约可以达到100倍的生长速度。一株玄元草从播种到收获成熟，200年的生长时间，而在这里只需要2年就可以完成。只可惜这些灵壤太少了，一共凑了7份炼制玄元丹的药材。在炼制第1炉的时候，还是差点就失败了。1份材料只炼出1粒丹药，一共7份材料，炼制出19粒丹药。上次在那间密室里偷了几10粒，让修为突飞猛进，提升了一大截。谁念叨我呢？宝贝鞋子还是没有开口吃东西。有时候甚至怀疑我当初是不是眼花了，但事实绝对不会骗人。当初放在密室里，可是吞吃了好多灵物的。慢慢来吧，反正修仙者从来不缺少耐心。启禀将军，有邪修混进压粮队伍，粮仓着火了。宁！前天刚运过来的一大批行军丸全都被烧掉了，还躺着10几具士兵尸体，全身血液全都被吸干，明显是邪修手段。又没抓住人吗？没抓住，我们赶来的时候，守粮仓的人已经死光了，这里也着火了。想尽办法也要把这个邪修给揪出来。是。可是将军，咱们又没粮了，剩下的粮食只能支撑2、3天。把这些丹药分发下去，这2天万妖国肯定会趁机前来攻打，打个仗还要老子倒贴丹药，竟是亏本买卖。是司马懿从京城寄过来的书信。据信上所说，司马懿又升官了。这家伙自从筑基之后就被齐王推荐升了官，就那么不大不小的一个官，他反反复复升上去，又被贬下来，升上去又贬下来，期间还坐了好几次的牢。也不是司马懿故意要跟整个官场为敌，他仅仅是坚守本心，独善其身，不想祸害人罢了。还是挺佩服司马懿这种人的，经历了这么多挫折，碰得焦头烂额，也没想过要同流合污。我有可能又要升官了，我什么都没干，这官运可比司马懿亨通。三阳郡被丁老魔毁了，仅存的下轴手痴痴傻傻在家中调养。隆兴圣皇帝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说是要给天下仙士平等的机会，要任用最适合的人选。需要有实际农耕经验的郡守，最好养过猪，砍过柴，擅长种地，亲自。皮肤不能太白，最好是黑一点，朴素一点，显得更亲民。隆兴圣皇帝的这个任用条件，就差没有直接写上我的大名了。原来我也是那种几千年才出一个，万里挑一的人才。既然是鸡哥他爹的意思，那就勉为其难给个面子吧。原来现在整个大周王朝都不太平，不仅南边在跟万妖国战斗，西边与桃山国，东边跟海妖族都在战斗。唉，幸亏我不是皇帝老子，不用操这份心。就这样的烂摊子，鸡哥的那些兄长们居然还抢着要，真是搞不懂他们。原本三阳郡是属于夏家碗里的一块肉，现在被隆兴圣皇帝强行喂到我嘴里，夏家可能会恨上我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命二狗子为郡守，钦此。不过这一次升官之后，除了手下的一批人，再没有任何人来祝贺。三阳郡的官员全都死了，这样倒也好，正合了我的意。手底下能用的人不多，首先把郡城的位置暂时交给黄老财。马上就要开春了，整个三阳郡这一大片土地都无人耕种，只能学习丁老魔，把自己打造成三阳郡的青天大老爷，吸引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定居。乡亲们，三阳郡守仁德无双，只收2成地租啊！啥？只收2成地租？这是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赶紧收拾东西，去三阳郡！对，去三阳郡，快走！大家都不要着急，排好队，每个人都有，小心烫。都是给我们的。秋月在这方面确实很擅长，让所有人都如沐春风。当然了，在春寒料峭中感受到家的温暖。为了提高耕作的效率，我从千机老人的传承中学会一种耕地器械的炼制。
这种器械有用炼器的方法炼制而成，只要安上灵石之后，就能在地里飞快奔跑。只要把这些灵石在耗尽之前取出来，收进葫芦里，重新补充灵气，就能一直循环使用，几乎没有消耗。好家伙，这一头铁牛能顶几百个人，只怕顶几百个人还不止。人总是要吃饭、喝水、睡觉、撒尿，这头铁牛可以不眠不休，一直干活。让手下轮流带着这2头铁牛耕地，人休息，铁牛不休息。整个青州还没有从上一次的动乱中恢复元气，人烟稀少，一个邪修就能害死几10万人口。丁老魔那样的邪修如果再多一点，人族就算一胎生10个，也不够他们祸害的。别用舌头来舔我！一股信息涌入脑海之中，是许峰的传承。第一次遇到小黑的时候，小黑咬了我一口，主动认主，得到了一部分传承。后来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小黑只吃不拉，那张嘴就跟无底洞一样，再也没给过任何传承。仍然只有一部分。上次是以修炼方面为主，这次则是以应用为主，包括很多种实用的秘术。哎，你再舔一下，小黑，小黑，小黑。看这样子，小黑又要睡上一段时间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。这黑谁很热闹啊，修仙者比城里的狗还多。这吃阳草怎么卖？1块灵石3株，不还价。这么贵？我上次在官府炼丹房用5株才换到1粒最下品的氧气丹。哎，很多人买了灵药只能直接吃，或者是拿到官府的炼丹房里换丹药，往往是要好几份药材才能换到1粒丹药。上等黑玉灵米2块灵石1石，中等的金穗灵骨1块半灵石，下等的白牙灵骨1块灵石1石。手里这800万石由普通粮食转化而成的灵骨，品质算是比较低的，可能最多只值1块灵石。自己摆摊儿，零售价格确实会高一些，但效率太低，一天也卖不了几重。手里800万吨粮食，要卖到猴年马月，一天时间才卖掉100多石，进账100余块灵石，每天100多石，他葫芦里的800万石灵骨全部卖掉，起码要卖200多年。许峰的功法主修神识，这些秘术也都跟神识有关，比如其中一门秘术就是利用自身神识扭曲别人的视线和神识。这门秘术首先要求神识比别人强，许峰的鸿蒙炼神本来就是修炼神识的，有这个优势。我如今的神识水平比一些草调筑基中期还要略强一些。这门秘术入门还是很简单的，比如可以让别人看不清我的真面目，而且这只是最基础的操作，还可以身体隐形或者变换成其他一切形状。店家，你这里可有什么珍贵的灵药？本店经营多年，各种宝物自然是积攒了很多，就看道友有没有足够多的灵石。灵石是没有的，但老夫不缺丹药。怎么样？道友需要些什么样的灵药？本店积累还是挺丰富的。200年的玄元草有多少？有23株，不过这些灵药拿到炼丹房是可以直接换到玄元丹的。如果普通的培元丹、聚气丹，我们可不换。200年才能成熟的药材，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培育出来，存世并不多。这个自然，你把这些灵药拿到炼丹房，能换到几粒玄元丹？正常情况下，炼丹房里5株玄元草能换到1粒玄元丹。可你也知道，这炼丹房里的丹方那是何等的珍贵。以我现在的炼丹水平，5株玄元草足够炼制出20多粒丹药了，拿到炼丹房里却只能换到1粒。炼丹的暴利还在一次次突破我的想象。现在看来，炼丹的收入并不比抢劫偷东西差。幸亏上次吃到这最后几颗玄元丹的时候，抠门的毛病又犯了，留下几颗没舍得吃，今天正好派上用场。每天都能赚取暴利的感觉太爽了，简直是让人流连忘返，一点也不想回去。不如变成妖艳女子形象，这样就算以后有人追查起来，永远也查不到她头上，男女性别都不一样，与她何干？据书上说，这种间谍形象遇到其他男子会很好说话，做事事半功倍。
夏掌柜，原来是蝴蝶仙子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道友愿出高价求购一批丹药。哈哈哈，在下夏人，久仰蝴蝶仙子大名。仙子果然人如其名，沉鱼落雁，貌美如花。有事说事，老娘对男人没兴趣。好，蝴蝶仙子果然快言快语。我想购买一批丹药，不知道仙子手里有些什么品种，有多少货？你如果不明白，可以去炼丹房里看一眼。官府炼丹房里有的丹药，我这里都有。不认识，没有印象。不过青州城大人物不少，我并不是全部认识。炼丹房平时对外销售丹药，除了价格高，还会严格控制丹药的数量。好，我想购买一批丹药，培元丹500粒，聚气丹100粒，玄元丹20粒，有货吗？没问题，不过玄元丹不换灵石，要用玄元草交换，还是以前的价格。一定要玄元草吗？灵石行不行？那个，我今天只带了36株玄元草。36株只能换9粒丹药，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灵物？我手里有半株黑玉枝，除非你能把剩下的11粒玄元丹都给我，否则不换。这种灵药因为数量稀少，功效极佳，不好定价，没有固定的价格。黑玉枝，你确定是成熟的正品？好，成交。对方人数不止一个，这就不好动手了，只能想法子摆脱。哎，又有新的悬赏布告了，据说是这个女修私私调卖丹药，触犯了大周律，犯了死罪。任何人能提供蝴蝶仙子线索的，重重奖励玄元丹3粒。那个叫做蝴蝶的女修，抓住了没？启禀大人，自从上次完成交易之后，这个蝴蝶仙子就消失了，再也没在人前出现过。属下原本想着顺藤摸瓜，将盗卖丹药的团伙全部揪出来，没想到反被其逃脱。照理来说，整个青州的筑基女修数量并不多，几乎将所有女修都排查了，也没能找到此人。不知道这个人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，又怎么突然就消失无踪的？炼丹房那边你调查的如何了？炼丹房那边，属下经过调查，确实也查出一些眉目。说来看看。有些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如果非要摆到桌面上，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。赵正勾结炼丹师，虚报炼丹出丹率，将瞒下来的丹药偷偷倒卖。李明以次充好，调换灵药。你把这些调查资料整理一份，交给我，不用对外声张了。手上还是要拿着这份证据，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上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用再继续调查了。那个蝴蝶仙子也不查了？不用。就算查出来，你找到此人，确定能处理他？能够倒卖这么多丹药，背景绝对很深厚。到时候查出来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依大周律处斩蝴蝶仙子，肯定得罪其背后的势力。若是不处理，又不好交代。查出来反而是把自己架到火上烤，两头为难。不过也要借这次机会敲打一下大家，让各家都管好自己的人，悄悄的发财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张扬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。是。这次赚的实在太多，完全被巨大的财富冲得头昏脑胀。将近4000块灵石，还有几十株玄元草，攒下200多粒玄元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半株黑玉枝上还带着少许粉末一样的种子。大人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
青州府派了一名大人过来，要从我们这里征粮，征民夫徭役。人已经来了10多天，拿着青州府的文书，一直守在这里要人要粮。你不在家，我无法决断，只能说尽好话，先把人哄着。整个三阳郡的人都死光了，青州府又不是不知道，还向我这里要人要粮。来，你就是张郡守，你又是谁？本官青州府夏总兵座下军需官夏季，奉夏总兵军令，催征军粮与民夫。夏总兵军令，三阳郡需在西县1个月内交缴5万担军粮以及500民夫。军令如山。如今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，张郡守还是尽快把粮食和民夫征上来吧。夏总兵难道不知，我们三阳郡刚刚遭了大难，人都死光了，如今正值百废待兴之际，哪里还有粮食和人口？这个我可管不着，本官只是奉令行事。1个月内必须见到粮食和民夫。哼，你若是不服，可以事后再找夏将军，或者上奏朝廷也可以。反正当下的军粮和民夫，你必须得交。我种地种得好好的，又不是没饭吃，也不是没零食没丹药，现在却因为这么一个郡守的位置，得罪了夏家。目前整个三阳郡还是只有3万多人。大部分是这几个月迁徙过来的穷人，要是向这些人征收5万吨粮食，人均1吨多，没准刚住下来又全都逃跑了。这次打算自己出点血，直接从仓库里调5万只粮食，就不向那些百姓征收了。至于征调500个民夫，反而好处理一些。黄老财，把这个告示贴出去啊，就说征调500民夫，征调500民夫，每人补偿10担粮食，征满为止。都排好队，都排好队，下一个。这就是你们准备的粮食，这要是运到军中，非得被将军骂死不可。夏大人息怒。新官上任以来，什么民脂民膏都没捞着，反而净赔5万5千担粮食，亏了这么多，现在只能多种些地来补偿损失了，一年能收好几百万担粮食。不过现在最缺的就是人口，无人耕种。黄老财，你会不会写奏折？哎呦，老爷你折煞我了，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地主，别说写，见都没见过。是，那小的就先告退了。手底下一个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，只能自己写了。满仓，你亲自去一趟京城，把这一封信交给李大人。从三阳郡到京城，这一路快马加鞭，来回至少也要2、3个月。满仓啊，这次辛苦你了。以前服务炼化1粒玄元丹需要5天，现在修为提升，只需要3天就能炼化1粒。2尺多宽的丹田之海中，已经装了将近半池子的法力液体。老爷，我们招募人口方面遇到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记得之前丁老魔招人的时候挺容易的。我们周边的几个郡省都严格限制人口外出，违者重罚，甚至斩首示众。他们还派了衙役和官兵在各处巡查，不许居民迁徙。青州人口稀少，他们限制人口迁徙也在情理之中。周边郡县的官老爷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？周边几个郡县不仅严查迁徙人口，还对往来途经的商贩收以重税，百般刁难。这就显得很过分了，明显就是故意限制三阳郡的人口增长，让我守着一个没有人烟的三阳郡当光杆司令。在控制货物进出，让三阳郡彻底困死在他们的包围之中。能让周边的好几个郡县同时出手，背后自然就是夏家在捣鬼了。如今最缺的是人口，守着大片地盘无人耕种。从今天起，给所有迁徙过来的人口，每人发放1担粮食安家费。1担？这么多？没错，就这么安排下去。如果恢复到三阳郡以前的几十万人口，就需要付出几十万只粮食。一次性支付几十万只粮食，确实挺肉疼的。不过跟一年收入上百万只度租相比，还是可以接受。是。不哭，不哭。总算有人种地了。鸡哥给的这门9重筑基秘法太强大了，比起当时轻描淡写的介绍要强得多。如果一直这么修炼下去，好像没有极限。现在已经突破到了筑基中期，
丹田之海硬是被他扩展到了3尺宽，现在足以傲视大部分筑基修士，像姬苍一样冷哼一句草包筑基。丹田被拓宽之后，原本已经装了半池子的法力液体就显得不够，只剩下底部浅浅的一滩。如果丹田之海扩张到9尺，或者如常灵儿所说的好几丈，那得多少法力才能装满？主人，做饭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主人，我最近又学会了好几道拿手小菜，让我做给你尝尝味道。不用了，你每天干活都那么辛苦，还是多休息吧。做饭这点小事我自己来。我怕在菜里吃到鼻屎，就算吃不到鼻屎，反而更不放心。无论如何，是不能再吃雨山做的菜了。亏我以前还吃了好几年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再差也差不过朱石，这些年还是学了不少坏毛病，矫情了。你实在想帮忙，就给我烧火。好呢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雨山，你也来一串。主人，你对我太好了。我们是一家人嘛，你喝酒吗？这酒像刀子一样烧着喉咙，真畅快。没想到雨山竟然还是个爱喝酒的。雨山，我一直忘记问了，你家里有几口人啊？我们是一个小部落，一共只有几百号人口。族长是筑基修为，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长大后我们就成婚了，还生下了一个孩子。我千疮百孔的良心上，竟然生出那么一丝丝罪恶感。我的青梅竹马叫做雨熙，是我们部落最漂亮的女人，当时好多人追求她，最后还是嫁给了我。还有我家的孩子长得就特别像他娘，比我漂亮，有一身洁白无瑕的羽毛。你家里过得那么好，当时为什么要孤身来大周干这么危险的事儿？在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炉多好。往事不堪回首，一时痴成千古恨。那一天，我家孩子刚学会喊爸爸，我正欣喜若狂。族长把我叫到家中，安排我出使这项任务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你想家人，下次我们把家人都接过来。不，我不想家，一点儿也不想。我眼睛刚才被烟熏到了。真的不想，一家人团圆多好。不想，小孩太烦人了，媳妇儿整天唠唠叨叨，埋怨我没出息。还是这里最好，我不想家。好酒，这酒在肚子里就像一团火焰在燃烧。主人，你要不要尝点酒？很好喝的。不，我喝不惯。雨山，我另外还有一个好地方，也打算交给你，你想不想去看一下？主人这么看重，我当然要去看一下。好的，你别动，也不要有任何反抗。雨山，以后这一块地盘也属于你了。主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样，很神奇吧？随着修为实力提升，掌控能力更强，每次损失的灵石越来越少。原本看起来很普通，凡人也能用力敲开的山石，如今吸纳灵气，品质正在缓缓改变。现在袖口山上的石头硬度已经跟普通的钢铁差不多，很难敲动了。修复这件法宝的同时，也在尝试炼化蛇口山。至于调动法宝，现在还不敢尝试。由于蛇口山的特殊性，拥有长灵2这么一个器灵，对神识的要求稍微小一点点，但对法力的消耗无法投机取巧，实力不够，擅自用法力催动法宝，搞不好会被吸成人干。还是积蓄更多法力再尝试。只有一个雨山，葫芦里和蛇口山上都需要雨山干活，只能两边换着来了。雨山，别动！
张郡守，你这样躲起来不见人，可是玩忽职守。抱歉，本官的职守是屯田、练兵，为皇帝御民。所有职守之中，并不包含接客一项。我这次带了夏总兵的军令，命你筹备10万矢军粮，800民夫，不得有误。没有。看清楚了，这是夏正兵的军令，不得有误。听清楚了，我说没有。我又不瞎。如今正是秋收季节，你们三阳郡今年至少能收300万斝粮食。还有，这大半年来，你们把周边郡县人口都吸干了，导致其他郡县田地荒废。你这里起码有10万人口，现在才区10万担粮食，800民夫，你说没有？你看错了，三阳郡刚刚遭了大灾，没几个人，更没有粮食。英明睿智，文治武功，德备苍生，万寿无疆，至高无上，隆兴圣皇帝有懿旨，交与不交，我可以自行酌情决定。好，有种，你就等着夏总兵治你的罪吧。原本葫芦里有800万石粮食，蛇口山存有100万石，还没消耗掉多少，现在又增加100万石，收上来的这1万镇粮食，可是一粒也没有贪污，全都炼制成行军丸，我亲自押送到青州城。我可不认识蝴蝶仙子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这位老汉，墙上贴的蝴蝶仙子是什么人啊？嘿，你是外地人吧？这个蝴蝶仙子可了不得，在青州城内犯过不少大案，现在全城皆知。啊，看起来挺漂亮的一名女子，还能犯什么大案？人不可貌相。据说此女一共从炼丹房里偷到了上万粒丹药，其中玄元丹就偷了1000多粒。我什么时候去炼丹房偷过丹药了？还偷了那么多？这还只是丹药，他还偷了几百株灵药，偷了青州府衙门几千块灵石。就在3个月前，朝廷拨拨下来一大批行军丸、丹药、灵石等物资，用于边境军队作战的军需也都被偷走了。这明显是栽赃陷害，要把所有罪孽都背到蝴蝶仙子身上啊！军需也敢偷，那边境军队怎么办？可不是嘛！这个蝴蝶仙子做事太过缺德，缺大德了。某些人太过胆大包天，连军需物资也敢偷，而且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来过青州城了。衙门里已经发出告示，任何人遇到蝴蝶仙子，死活不论，都能到衙门里领奖。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？相对来说，我还是差太远了。我觉得可以用美男计色诱蝴蝶仙子。也不知道此人从哪里来的自信。这位道友有没有兴趣一起行动？可是有5粒玄元丹的中奖。算了，我本事戚微，就不来扯各位的后腿了。别的东西还好，暂时拼拼凑凑还勉强能用几年。小漏是这样的，翻10倍。像食盐这种必需品，则是不买不行。好多人没有盐吃，身体都浮肿了。想多买点，人家不卖了。偏偏整个青州城还只有这一家专门卖盐的大商行，其他小杂货店的少量食盐都是从夏家这里买的。既然花钱人家也不愿意卖，那我只能剑走偏锋了。2天了，终于把底细磨得差不多了。现在火候未到，待我神识和秘术修炼得更强一点，不需要隐身符配合，就可以直接隐身。许峰这门秘术深得我的心意，也不知道许峰当年修炼这种秘术是用来干嘛的。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些盐大概有200石左右。就算把这200多石盐全部搬回去，我有10万人口，最多也只能吃1-2个月。就算是对自己没用的东西，总不能浪费吧。院门紧闭，门口也无人值守，看起来静悄悄的。以前没进来过，也不清楚物资会藏在哪一栋房屋里。不过在某些方面我似乎极有天赋，又加上丰富的经验，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样的房子是存放物品的仓库，什么房子是住人的。果然是一座很大的仓库，里面堆满了麻袋、木箱、箩筐等物品。仓库里堆满了一排排麻袋，里面装的都是盐，大概有1000石左右。把这些盐搬回去，总算能让三阳州撑一段时间了。看这个样式，应该是战场上官兵穿的兵甲。被蝴蝶仙子偷走的大量军需物品，原来都藏在这里。
这个锅不能白背。夏兄，定金我们已经付过了，你这批物资什么时候能送过来？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，必须找到合适时机，才能把物资给你送去。原来这个夏季作为军需官，竟然在倒买军需物资，反正都是些不义之财，顺回去还能造福一下三阳郡的百姓。这2年因为边境上战争不断，青州又是人烟稀少，种不出多少粮食，行军丸的价格已经涨了好几轮，以至于在黑雾里，行军丸也变成了硬通货。嘿，又遇到一个老熟人，真是巧了。上次听夏青山说夏巨手被血煞侵袭入体，整个人变得痴痴傻傻，原来躲在这里调养。肋骨被踢断了，也不知道夏至手哪来这么大力气，而且夏至手竟然能准确看破我的隐身状态，这夏老头深不可测。更重要的是，挨了这一脚，我的身形显示出来了。幸亏来之前做了2手准备，用神识改变容貌，此刻看起来是一个干瘦的中年，不然的话，我作为三阳郡的郡守，堂堂筑基高手，跑这里来偷盐，以后都没脸见人了。现在整个青州人口不足，粮食产量不高，边境持续战斗，消耗量大，导致行军丸价格暴涨。自己倒是有很多库存的粮食，但炼制成行军丸需要耗费大量人力，而且还要3斗粮食才能炼制成1粒。葫芦里那些食盐原本是有点苦涩的，收进去储存之后就不苦了，还带了一些灵气。老爷，有你的信。除了司马懿，应该没人给自己写信。果然，司马懿又被罢官了。距离上次收到司马懿的信已经过了1年，他不可能安安稳稳当这么久的官。这次不仅又罢了官，还又坐了牢，刚被齐王捞出来，原因是一个权贵子弟奸杀良家女子，而且是惯犯，在他上任之前就犯过好几次。马懿上任后，将其治依大州律治罪，原本想趁着那家权贵没反应来的时候，就将人犯处死，人没斩成，反而被反咬一口。最后那女子的家属也承认自己与司马懿同谋诬告，因此司马懿又一次关进大牢。司马懿说今年很多地方收成不好，又要打仗，整个大周王朝都缺粮，今年冬天可能又会有流民作乱。这里不缺粮，不缺地，只缺人，严重缺人。有没有兴趣来三阳郡当个小吏？我保证我是真正的青天大老爷，不贪钱财，不会罢免你，还不会让你坐牢。又过了1年时间，才收到司马懿的信，距离太远。司马懿收到信的时候，又重新当上了一个小官，此时正在任上。他的目标是整个大周王朝，早已将个人的安危荣辱抛之脑后。司马家被灭门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。重新活过来的他，不惜命，不图钱，只想改变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。他连死都不惧，何惧罢官？这也许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吧。我如果受了谁的欺压，会不声不响，默默记在心里，逮到机会就报仇，弄死对方。司马家受了夏县令的陷害，全家灭门，最后却认为是整个大周王朝的问题，想改变整个王朝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我现在是三阳郡唯一的地主，全郡20多万人，全都是我的佃户。要是哪天混不下去没饭吃了，可以到三阳郡来当佃户，一定把最肥沃的良田佃租给你。我猜等司马懿收到信的时候，应该又被罢官了。司马懿罢官的速度又太快，1年1次的通信，远远赶不上司马懿的节奏。在三阳郡2成以上的地租根本就顾不到佃户，自己更正还不如当佃户。最后这些地主只能把土地卖给我，另谋生路。到现在，全郡土地归于一家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三阳郡第1人。三阳郡在我的管辖下，竟然没有一个人饿死，在整个大周王朝绝对是奇迹。手下这些人都是些苦出身，给了他们一条命，但这些年可能过惯了好日子。有些人已经学会关老爷的那一套。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随意骚扰殴打佃户，被我知道后，把这个手下吊起来，当众抽打了一顿，然后关进监狱，饿了10来天，让他回忆一下以前挨饿的滋味。自此以后，全郡百姓言必称张青天。原本只是按照种庄稼的方式生搬硬抄，让全郡的佃户安心种地，我就可以收更多的地租，完全出于私心。当个青天大老爷好像也没那么难。吃够了人口不足没人种地的亏，得鼓励佃户们多生孩子多种地。以前村里的牛马下崽，主人都会喂一些精料，
自掏腰包，任何佃户家庭只要有新生人口出生，就奖励1担粮食。孩子确实生下来了，1食粮食也领了。每出生的10个孩子里面，差不多有6、7个没养活的。没养活的孩子里，又以女孩占多数。刁民，一群刁民！这一切都是他们算计好的。不，我不能乱了方寸。正常情况下，大周皇朝婴儿出生死亡率大概是1/3左右，但在这1年里，三阳郡婴儿死亡率翻了1倍。老爷，我们奖励1甚粮食的政令要不要停止？以往的人生经验里，没有应对的办法。读过的那些圣贤书里，全都是仁义，也从来不教这些。黄老财，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些牲口会弄死自己的崽，怎么办？这种牲口确实有。以前我家有只母鸡，每次刚把蛋下出来，就自己把鸡蛋啄破吃掉。遇到这种牲口，只能把小崽子拿走，单独喂养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我要你拿着这笔钱，在全郡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至少100个育婴堂。记住，这件事只能你亲自去办，绝对不能假手于人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快，这边，快！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继续加建100座。来，张嘴，乖乖。乡亲们，咱们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全靠张青天呐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三阳郡守张二狗，牧民有术，治郡有方，特此嘉奖，钦此。总算挤进这肥得流油的三阳郡了，不枉费家里打点的那些银子。是啊，这破地方佃户这么多，有水。今年的修桥捐防火银还没交齐，限你3日之内凑足，否则拿你家的牛抵税。老爷，青天大老爷定的租子，俺们1分没少，实在没有余粮余钱了。大人，证据确凿，李县令王献成等16人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这是全部证词账册。按大周律，贪墨害民，该当何罪？罪当斩首。考试开始，第1场骑射，凡舞弊、冒名行贿者，一经发现，永久剥夺考试资格，并一律严惩。这些人虽然考上举人，想要在三阳郡正式任职，还是要向朝廷禀报，得到批复之后才行。费了很大的劲，最后还是齐王帮忙，才弄到一个黄满仓的郡丞位置。郡丞该干的事务都扔给了黄老财，将全郡大部分事务都扔给了黄老财。我以修炼为主。现在我的修为又一次到了筑基中期，丹田之海更是达到了5尺宽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比起那些比较草包的筑基后期，也只强不弱。这位夏大人，我最近手里紧张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实在拿不出粮食。我可是亲眼看到那位夏季跟人倒卖军需物品的，我可不想老老实实把粮食交上去，最后又进了某些人的腰衣。张大人，我姓李，是朝廷派过来的官员，与夏家没有关系。这位军需官竟然破天荒的不姓夏，跟夏家也没关系，倒是难得一见。张青天，今年青州各地又是大旱，很多地方都绝收了，只有三阳郡仍然是大丰收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，交点粮？前线士兵都已经在饿肚子了。前段时间又被邪修袭击了粮草，就连镇国军那边都在挨饿了。镇国军的陈将军亲笔给你写了一封书信，至今都难以忘记初次见面时镇国军展现出的强大实力。而且上次之所以能在道玄秘藏中脱除罪名，还立下大功，全都是镇国军向上禀报的。这位陈将军没有用大义来压我，
也没有摆那些官场架子，只是跟我叙旧，顺便在信中提及镇国军当前所遇到的种种困境，希望我能够帮忙。你们需要多少粮食？行军丸60担，如果没有，30-50上也行。行，我就给你60担行军丸。没想到传说中最抠门、最小气的张青天，竟然这么轻松就答应了60担。终于到了。杨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来，这位杨大哥很有长者之风，当初是我的领路人，还教会了我很多官场上的东西。一言难尽，我接了一份苦差事。我早就知道张兄弟乃是人中龙凤，果然这么快就已经当上了3阳郡守，还被隆兴圣皇帝亲自下旨夸赞，牧民有术。张兄弟，我这次还给你带来了一份差事。3阳郡郡守张二狗接旨。张老弟，这次你我共事，我还得仰仗你多多帮助了。杨铁被任命为青州粮道，负责为青州前线筹备粮草物资。如今青州无粮，百姓饥饿，饿殍遍野。这次是朝廷下旨，让我们俩保证前线战场粮食供应。穷啊！德备苍生，隆兴圣皇帝请求赐给3阳郡几10粒筑基丹。秋月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务必小心。是，二狗子哥。都麻利点，把这些行军丸分装好，今天务必全部发下去。杨兄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可以出发了。张兄弟短短时间竟然练出这么一支强军劲旅，没想到这位张兄弟看起来淳朴忠厚，不声不响的却隐藏了这么强大的一支力量。杨兄过奖了，不过都是些种地的庄稼人，碰巧遇到齐王，随手指点了一些使枪弄棍的功夫，难登大侠之堂的。没办法，这些甲衣都是偷借来的，只改了一下样式，放在葫芦里，灵气有提升许多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手下这么多人，严重缺少法器。虽然有一座玄铁矿场，但挖矿、冶炼、炼制法器都是费时费力的活。原来是齐王殿下亲自调教的，难怪如此精锐。杨大哥，咱们走吧，出发！这些村民看到官兵竟然都不害怕，不但没有逃避躲藏，还有很多人站在道旁围观，甚至还有些村民会给士兵送茶水、送鸡蛋。这些民夫都不是白干的，干完活都能领到粮食。大部分旱灾，只要人力提前有所准备，都还是能扛过去。就算扛不过，也能减轻旱灾带来的影响。只是整个大周王朝的官府，没有几个人愿意这么干。二狗子现在所做的一切，不正是我少年时的梦想，是一直想做却没能做成的事。一席在哪儿？又是一个敌人也没发现。晚上没睡好，白天没精神。虽然都是有修为的，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。这只死鹅大半夜的瞎叫唤，害得我们都跟着它疑神疑鬼。就是畜生终究是畜生。大鹅可是和我一起坐过牢的交情，有时候比人还靠谱。可是这鹅真的靠谱吗？靠得住，从来没有误报过。
有张兄弟这句话，老兄心里就有底了。我们这支队伍可能被盯上了，所有人都给我听着，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懈怠，只要一松懈，丢的就是你们的小命。集齐，起来，都起来！应该是他们有什么能够隐身的宝物啊，肯定还在这里。那些黑衣修士实力不是很强，应该跑得没这么快。我平时也喜欢隐身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快速奔跑逃离反而更容易露出踪迹。那些黑斗篷修士此刻应该还没逃远。修仙界大部分的隐身并不会让人直接消失，只是看不见而已。撒石灰了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有人来了！这个斗篷是一件法袍，材质是一种皮料，上面镌刻有很多复杂的阵法。这些黑斗篷人之所以能隐身，连我的神识都无法发现，应该和这件斗篷有很大关系。好宝贝，好宝贝，好宝贝！刚才出手太重，为了斩杀敌人，把斗篷都斩烂了，损失了1个亿。以后遇到比较草包的敌人，一定要先看清对方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，下手要留点余地。这些人都是投靠了万妖国的邪修，也可以称之为人间，潜伏在大周王朝这边，专门干一些刺探情报、偷袭、暗杀、截断粮草、制造内乱之类的活。据他们交代，他们只是潜伏人间中的一支，至于其他队伍，他们都是单线联系，相互并没有交集，不了解。二狗子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们恐怕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这是一枚筑基丹，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你一定要收。为了那草包筑气说这句挂饰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插标卖首罢了。从丹田之海5寸，不敢跟人说，一直默默修炼到今天的5尺丹田。杨大哥，我问你一个事儿，如果一个筑基修士的丹田之海有5尺宽，算什么水平？一般丹田之海也就是1尺宽，如果筑基期就能达到5尺宽，只有2种可能。这个人是天纵英才，整个修仙界都找不出几个，这就是修炼了逆天的功法。但这种能把丹田之海套宽到5尺宽的功法，可遇不可求。除非眼前之人可是跟齐王有一腿的，他说的那个朋友大概率就是齐王了。以齐王的身份地位，倒也不奇怪。至于二狗子，虽然表现出强大实力，应该还不至于。皇室那么珍贵的功法，不会轻易传授的。张兄弟，你身上怎么带了那么多的石灰？昨晚那一手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每样都带点儿，有备无患。眼前这道雄伟的城墙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民夫经过无数年时间修建而成。快点，快点！不修完这一段，谁也别想休息吃饭。万妖国的妖人从这个缺口冲进来，谁都别想活。好，快！二狗子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守护的是身后的百姓。在千机老人的传承中，看到过这种灵弩的炼制方法。这种灵弩最大的一个优点，就是消耗灵石为动力，普通人也能使用。如果在没有灵石的情况下，修仙者往里面输入法力，也能推动灵弩。原来千机老人的这一门手艺并没有完全消失，在大周王朝仍然有保存。张兄弟对这种灵弩感兴趣？就是觉得做工挺精妙的，多看几眼。对这些也不太懂。这可是朝廷专管炼器的降造鱼亲自打造。粮草可曾送到？回将军，末将押送粮草，已至城下。好，
你且在此等候，我去就回。你们这次送来的粮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，但前线战场的人太多了，这点粮食根本就吃不了几天。哎，仅仅是我负责的这一段，就有几万民夫、几千士兵、100多镇国军，一天也要消耗几万斤草料，多少还得让他们尝点粮食的味儿。这一次，朝廷从各地运来一批物资，包括1万粒丹药、2万块灵石、500石行军丸。当他们到青州府接收的时候，各种物资已经少了2/3，1万粒丹药只剩下3000多粒，还以次充好。轩辕丹变成了聚气丹，聚气丹成了培元丹。原来大家早就适应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大惊小怪。杨铁、张二狗，我这次需要你们俩帮个忙。有点眼熟啊。陈将军，请说。是这样的，粮草问题终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因粮御敌才是上上之策。我一直想派遣镇国军潜入到万妖国腹地抢粮食，但奈何我们的人被对方盯得太紧，只要我的士兵一离开，他们就会对前线发动猛攻，根本抽不开身。若是为了些许粮食把防线弄丢了，那就得不偿失。本将一直有心无力，想做却又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手，直到看到2位俊杰。深入敌后并非易事，咱们还是从长计议，不必急于一时。杨铁，你作为青州粮道，现在前线将士都食不饱腹，你该当何罪？还有朝廷拨付下来的粮食军资为何少了2/3？你又该当何罪？若是哪一天因粮食不够吃而发生哗变，本将也只能借你人头一用了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追究的时候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但如果想要向你发难，你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无论好坏，都会成为罪证。而且大周史上因为粮食问题斩杀粮官以安抚军心的例子还真不少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。启禀将军，我愿深入敌后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也要为大周尽忠。当然，此行并不是让你们去送死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护你们周全。给你们的2种符箓，一种名为千里传音符，每人4张，可以在300里范围之内任意传讯。剩下的那一张是给你们保命的，名为千里挪移符。这些符箓就跟大周官府一个德行，说是千里传音符，也就能传个180里；说是千里挪移符，实际上也就只能挪个30-40里。这要是在战场上，不定要耽误多少事儿呢？接下来的10天里，我们每天都会主动攻打万妖国，给你们创造机会。2位大人，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。祝2位大人好运，期待你们凯旋归来。告辞。再往前30里就有一处万妖国的仓库，我们脚步如果快一点，今晚就能赶到。还是先在附近看一看哪个地方最安全，随便弄点物资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，躲个5、6、7、8天，然后就可以回去交差了。咱们不过是当一个小官儿，没必要拼命。天塌下来有他们高个的顶着。啊，是。这大周的军队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？这大周打的什么主意？熊将军，大周那边的邪修传来情报。什么情报？邪修人间又从大周王朝那边倒卖了一批军需物资，准备过一段时间找到机会就送过来。说起来，万妖国养了这一批人间真是划算，回报巨大。
比起养狗一类的家畜强多了。把人间撒入大周王朝，这些年收获颇丰。不过据说新上任的那2个粮道官员，在被陈胖子秘密接见了一次之后，就失踪了。正是用人之际，怎么会让他们俩失踪？失踪的时间又正好跟陈胖子发动疯狗式反烹的时间契合。这2个失踪的大周官员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做杨铁，是个官场老油子，为人奸猾的紧；另一个叫做张二鼠，小名二轴子，三阳郡守，是个愣头青，喂猪砍柴的出身，除了种地啥都不懂。把他们俩的画像制作几百份，悄悄传到后方，只要见到这2个人就抓起来，最好是留活口。将军英明，属下对将军的佩服之情如滔滔江河之水，连绵不绝。行了行了，赶紧滚！大哥，看来咱们不用那么紧张了。看来他们这里也有自己的秩序。又到了新货，快来看看。这把刀得磨快点儿，今天的活儿该干完了。这样一直躲下去也不行，好歹也要弄点物资回去才好交差。反正这种小村庄里也没有高手，以我俩筑基期的实力，自然可以为所欲为。10天后，我们再以传讯符联系。告辞。这样子走在万妖国各地，自由自在多了，没人再怀疑我。羽山，我到万妖国来了，你想不想回老家看看？这里挺好的，现在不想家。好吧，那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还想让羽山当向导来着，最近总是在一些村庄里偷偷摸摸，收获太少，早就腻了。弄点大的，偷一把大的就收手。饶你！这家不得了，养了2只妖兽金毛猪，有500多斤。相信天下实力是一，不战还是在实力然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除暴安良一身正气，闯荡江湖无人能敌，哪怕不知去向何10几匹妖兽战马，努力下去就是希望。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它的勉强塞满了30多个，如果后续找不到其他物品，这样回去也可以勉强交差了。我不过是一个小官，江山也不是我的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站住！难道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？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被征召了，跟我们去干一趟活。你还有你，过来，被征用了。原来万妖国也有强行征民夫的习惯。看这方向是要往大周那边去。官爷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能不能放我们回去？小队长，我好怕。怂货，放心，死不了。老子又不是来找死的，前面有人接应，来，走。不许喧哗，不许大惊小怪。没想到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哇，从第一眼就感觉这个人有点面熟，终于想起来了。此人当时从那位姓夏的军需官手里购买物资，原来竟然是万妖国的奸细，每人扛一只大麻袋就走。轻点，不要发出声音。得找个机会开溜。这伪装如果遇到神识比我更强的人，就会被识破。蜀参军大人，物资已经接收回来了，请过目。只有筑基后期，幸好。把货都放在地上，让参军大人过目。没错，再来几个人，帮我抬到仓库里来。好嘞，参军大人。拜见蜀参军，把阵法打开。是。
把东西都搬进来。好东西还真多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灵丹灵药。万妖国通过人间把大周王朝的物资都搞到这里来，然后再用这些物资培养人间，养万妖国的军队，用于攻打大周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点放下麻袋，滚出去！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，散去吧。是。长官，我家中还有老母要侍奉，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既然来都来了，还回什么家？你要实在想念家人，我让人把你家里人都接过来，都听明白了吗？好，既然没人想家，明天早上去前线修造工程器具。万妖国跟大周王朝只是种族不同，很多规则都差不多。这些没实力的妖人，跟大周王朝的电木差不多。哼哼。啊！拜见参军大人。把门打开。是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除暴安良一身真心。不仅有堆积如山的行军丸，还有大量的丹药、灵药，就连大周王朝那边极为紧缺的玄元丹都有10几瓶。妖人果然罪大恶极，把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仓库里吃灰。幸亏我今天来了，那么多的假衣法器，看款式全都是大周王朝那边倒卖过来的。咦？罪过，罪过！这一坨铁拿回去又能打造10几块铁犁逼。奇了怪了，这玩意儿神识完全看不见，只有肉眼才能看到，跟传承中所说的空明铁有点相似。不过这一块的纯度不太高。二好子，